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完成的一个墨稿，这个加过以后啊，加了胎点，对吧？加胎点，加一些淡墨，最后完成的这个画面啊，最后完成的画面。这我们前天的那一张墨稿啊，我们继续画。今天来给大家讲大家这一幅作品的着色。就是应大家的要求，我们画成一个鸿运当头的，就是说我们以秋景为主的鸿运当头的一个颜色。我们画这个颜色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的墨呢，稍微的重一点。你看，就是我们的染淡墨呀，还有我们勾线条啊，墨都稍微重一点。我们是画这个上的颜色的时候，我们是以赭石、藤黄、朱标、朱砂为主的啊。我们先用清水，看，用清水把我们需要染匀的地方，你看下边染匀的地方，还有瀑布，还有下面水面，我们用这个小喷壶把这个匀的地方我们打湿，然后再上颜色啊。先把这个你看需要染匀的地方，把它打湿一下。还有瀑布，看，还有我们瀑布的地方也要打湿。匀水，你看，我们都把它打湿，然后我们再上颜色啊。打湿以后，我们再上颜色。对，你看啊，我们打湿以后，我们把上面的浮水，我们用这个用纸把浮水吸一下啊。再上颜色，我们把浮水吸一下，再上颜色。把这个浮水，把这个水浮的水吸，稍微吸一下。太湿的话，我们上颜色，它就是我们控制不住，它就会阴出来。我们画匀的时候，对吧？你就控制不住它的颜色。吸了水分以后，我们先要赭石啊，先上赭石色。上赭石的时候，我们用个大一点的笔啊，上颜色的时候用大一点的笔。看，赭石里面上一点藤黄啊，有一点藤黄，看上一点藤黄，这样去上颜色啊。赭石、藤黄加一点啊。上的时候也是上在我们，你看上在我们村的地方啊，就是说上是暗的地方，我们这样去上啊，和我们上浅酱的颜色是一样的，对吧？昨天我们上浅酱的颜色也是在暗部上一点赭石，看就这样去上啊。把暗部我们用调的这个赭石和藤黄，我们先上第一遍颜色。先上第一遍颜色，你看，我们和我们昨天的一样，把这个亮的地方我们要留出来，先把亮的地方留出来。
我们留出来以后啊，先留出来以后，我们再上别的颜色。先把暗部赭石这样去上。上的时候啊，我们看这个上颜色，我们就和我们刚这个开始勾墨稿的用笔呀是一样的啊。你看这样去勾染啊，你看去勾染，就沿着我们的寸的地方这样去勾染，这样去勾染。我们不要就是说整个把这个山石啊，我们不要整个涂成都是赭石色的。我们留出亮的地方，把暗的地方用浅赭石色，我们去上一下啊。对，现在是湿染法，因为你看我们要染匀的地方比较多，比较多，所以说我把整个画面啊稍微喷湿了一下，稍微喷湿了一下。你看寸的地方，我们上一点赭石，上点赭石色。上一点，你看我们上的时候，看我把亮的地方，都留出来。我们上这个红晕当头这个颜色呀，就是说就是赭石、藤黄、朱标、朱砂为主。它上山的时候，你看上山的时候，我们把暗部上了赭石，我留的地方，对吧？我们再上个别的颜色，让它有一个变化，不是说整个山都是赭石的啊。下边云的地方，你看上云的地方，我们也要闪开，上个别的颜色，对吧？我们也用这个待会儿上云，用个花青。染的时候，你看我按我们这个寸的地方染下来，看赭石，对吧？就两个颜色啊，赭石、藤黄，对不对？你看，就是两个颜色，没有别的颜色啊。赭石加一点藤黄，看就上在我们暗的地方，暗的地方这样去染，一层一层去染。染的时候，你看该留白的地方我们留白，对吧？该留白的地方我们留白。一层一层，我们按那个山石的结构，没有，现在赭石里边没有加花青啊。看，我给大家看一下赭石，对不对？你看赭石色里边加什么？加了藤黄啊，这次没加花青，加的藤黄。你看赭石、藤黄，这样去调的啊。藤黄呢，加的不要太多，加的不要太多。看调这个颜色啊，赭石、藤黄。上在分叉的地方，就是我们山石暗的地方，我们上啊。先把这个赭石，对吧？我们先把赭石上完以后啊，上完以后，
上完以后，我们下边啊，这个上面的颜色以前，我们先把云染出来啊，先把云染出来。这个染匀的时候，哎，我们染匀的时候啊，不要太湿，也不要太干的去染啊。就是说现在晾了一下，哎，晾了一下，就是说半干的程度下，我们去染匀啊。看我们上了一遍赭石，对不对？哎，上完赭石以后，哎，我们把云染出来。染匀的时候，看花青，看啊，花青里面我们加一点什么？加一点这个曙红，哎，加点曙红，加一点曙红。看花青里边啊，你看花青里边我加一点什么？加一点曙红啊，花青、曙红，这样去染匀啊。你看，看我们淡墨染匀的地方，我们用这个花青调的曙红，发一点紫，对吧？发一点紫色，哎，我们去染匀，这样去染匀啊。你看，先把云的这个形状我们染出来，先染出来。它这个染的颜色呀，你看我们花青，对吧？你看花青加了这个曙红以后，对吧？它有点发紫色，对不对？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这个颜色，你看，哎，我们染匀的地方，哎，一定要看我们看淡墨它这个位置啊，哎，淡墨它这个位置，我们染匀的时候就在这个位置去染。让它云呢，哎，发一点紫的颜色啊。如果你看我们要花青，对吧？要用花青加淡墨，这个墨青色，它和这个石啊，它融不到一起，哎，它融不到一起。我们用这个曙红，哎，调一点花青，它的过渡，对吧？染匀的过渡，哎，比较自然。哎，染下来，你看。到后面，像山谷这边，哎，山谷中的，哎，这种云气，哎，它比花青那个颜色，对吧？你要是用花青调的那墨青色，它比较重。你看我们这画面啊，就是以暖色调为主，所以呢，得加一点这个曙红以后，它会我们的山体啊，也比较协调颜色。一到水面，你看，我们要用染水的时候，对吧？染水的时候就不要用这个颜色。哎，染水的时候，我们就用花青，对，花青加曙红。这是，哎，这是染匀的时候啊，我们是花青加的曙红。哎，下面染瀑布，看，让瀑布和下边水面的时候，我们不要用这个了啊，哎，我们就用花青，你看，花青里边加一点啊。加点淡墨，调就墨青色。你看，调就墨青色，我去染这个瀑布，
还有下面的水面，这个颜色就不一样，对不对？哎，染一下瀑布里边小的碎石，这样去染。你看，这个里边不是加的花青，加的曙光，哎，我们花青里边加的是淡墨啊，淡墨，还下面的水面，你看，水面也是用这个墨青色去染啊，用这个墨青色去染，就是你看勾的淡墨，这水纹儿，用这个墨青色复勾一下就可以，复勾一下就可以。哎，这是我们啊，你看这个水面，我们瀑布是用花青加淡墨去染的啊，我们云是用花青加曙红染，这是两个颜色啊，只是花青还是以花青为主，里边加的两个颜色。哎，你看树干，我们最后染树干啊，就用赭石，你看就用赭石，藤黄，哎，染一下树干，哎，染一下树干的部分。哎，看这个建筑啊，我们那边小房屋用什么？还是用这个赭石啊？还是用这个赭石？染一下，把房顶，哎，我们染一下，用这淡赭石，哎，染一下，哎，把我们的墙呢，哎，留出这个墙面来。你看啊，我们第一遍啊，我们上的是赭石藤黄，对不对？下边啊，我们上第二遍颜色，就是说在这个亮面去处理这个颜色。赭石，你看啊，还是这个颜色啊，赭石、藤黄，对不对？哎，两个颜色以后加什么呢？也加一点珠标啊，我们里边加一点珠标，也加一点珠标。现在啊，我们第一遍的时候，对吧？加的赭石和藤黄。哎，第二遍我们上亮部的时候，看我们留的啊，留的亮部，我上这个赭石、藤黄，然后加一点珠标，加一点珠标啊。上在什么地方？看，上在我们留白的地方。你看，我们上到这个地方，上到这个地方，对不对？我们上在亮的地方啊，我们留白的地方，第二次颜色上到这个地方，上到这个地方。看我们留白的地方啊，留白的地方上的是第二个颜色，赭石、藤黄、珠标是这个颜色啊，这是我们上留白的地方。哎，你看我们上到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第二遍的颜色，哎，我上到这个地方啊。这个红色对吧？我们这个红云当头的这个红色，哎，不是一遍上成的啊，对吧？它要上两遍颜色。我们这是第一遍的颜色啊，看颜色亮的地方
上这个赭石藤黄珠标。你看整个颜色对不对？它是这样的啊。对，赭石，对，赭石藤黄珠标。这是我们上亮面的啊，看我们亮面上的是这个颜色啊，哎，亮面是上的这个颜色，在亮面我们上这个颜色，下来你看，它就是暗部呢，对吧？让它以赭石为主，亮面呢，给它以珠标和藤黄为主，哎，形成这个啊，形成这个画面。上的亮面，你看到我们远山的时候，大家上远山的时候，你看啊，哎，这样上，沿着我们的结构线，看留白的地方，这样去上，对不对？你看，你这样去上啊，暗部上了赭石以后，我们亮部上这个颜色，看这样珠标吧，到上面的时候，你看珠标，藤黄、赭石，让它偏一点珠标色。给偏一点珠标色。哎，上面我们要点那个拍点那个红的点色的时候，对不？你这个底色你要让它偏一点红色。你看到顶部的时候，你看到我们顶部的时候，这边这个地方我们要这个点那个红色的拍点，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颜色让底色不？你看我们上这个山顶的时候，哎，底色让它偏一点珠标啊，偏一点珠标色，就做一个底色啊。我们这样做个底色，让它偏一点珠标色。到远山看，远山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看赭石、藤黄、珠标调的这个颜色，哎，去平涂就可以啊。我们平涂就可以。你看到这以后，远山的地方，哎，这样平涂，哎，淡淡的上一点啊，哎，平涂一下就可以。远山看，我们要画用颜色画远山，就用赭石，哎，就用我们淡淡的赭石去画啊。哎，淡赭石，你看在笔尖的地方，我蘸了颜色以后，哎，这样就可以。你看，直接用颜色，我们去染出远山。哎，这就可以啊，直接用颜色，就用这个赭石色，哎，赭石色，我们去画远山。在笔尖的地方，我们蘸了颜色以后，把笔这个，你看，把笔这样横过来，向上去染，哎，这样就可以啊，哎，这样就可以，哎，把远山染出来。这个树丛，哎，我们中景的这树丛
还有前面点叶的叶子，对吧？就用我们花青，用一点花青啊。哎，花青里边啊，我们养叶子的时候也是花青里边加一点什么？加一点淡墨啊。这个不要加曙红，对不对？哎，不要加曙红啊，就加一点淡墨就可以。你看，在花青里边，对吧？花青还是调我们那个墨青色，对不对？还是调那个墨青色就可以。三种颜色的比例，你看啊，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颜色，你看，我们上第2遍颜色的时候，这3个比例是怎么的啊？赭石少一点啊，少一点。藤黄和朱标呢要多一点啊。你看，这样多一点，这样去调啊，这样去调。给大家再调一下，你看一下啊。朱标，这是朱标。给大家再调一下啊，稍等一下。你看，我调第2遍颜色的时候，你看，赭石，对吧？你看赭石，藤黄，对不对？是不是藤黄多一点？然后朱标呢，也要多一点。这是我们上亮部的时候啊，这3种颜色，哎，这3种颜色。就是说，相对来说啊，第2遍的亮部的颜色的时候，赭石少一点，朱标和藤黄也略微多一点，这样去调啊。画稿的时候没有，就是我们画墨稿的时候啊，这是用淡墨啊，我用淡墨染的山石的暗部，对，山石的暗部。你看今天上颜色的时候，我暗部用的是赭石和藤黄，哎，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亮部呢，我上的是3种颜色：赭石、藤黄、朱标，也是这样的啊。我给大家再把这个叶子地方啊，叶子啊，我们再讲叶子花青，对不对？你看花青，花青淡墨，这就可以啊。你看我们整个山石，哎，整个山石就是以什么为主啊？赭石、藤黄、朱标，哎为主的啊。叶子看我们点树的地方，还有点树叶的地方，就用花青和淡墨，哎就可以，对吧？就这2个颜色，对不对？就2个颜色。你看，我把叶子地方，我们用花青调的这个墨青色，我把叶子染一下，哎，渲染一下，哎，就用墨青色啊，我们调的这墨青色。看，哎，近景的树，还有树叶，还有我们中景的树丛，对吧？我们就用这个墨青色去染，哎，就用墨青色去染。这个颜色，对吧？我们上这个颜色比较，就是说用的颜色就是以赭石、朱标、藤黄哎为主的啊，就是这2个颜色为主。花青，对吧？花青只是起一个点缀辅助的作用，花青不要用的太多，花青不要用的太多啊。你看，你花青用的太多的话，我们整个画面就会发暗啊，就会发暗的。哎，就会发暗的。所以说，我们尽量在山石的这个用色上以亮色为主，对吧？以亮色为主啊。
哎，我们的这个树啊，我们点叶树还有树丛，我们可以用花青染一下。但是山石的地方，我们就用这个赭石、竹标、藤黄去染，不用加这个，哎，不要加花青。加了花青以后，它整个花面就会发暗，你亮不起来，对不对？看水面那个水纹儿，对吧？我们也用这个墨青色去染。看昨天我们画这个浅酱的颜色，也是这样，对不对？染水纹的时候，也是用这个墨青色去染的啊。看这水纹，下边水纹，哎，也用这个墨青色，你这样去染一下。看这些水纹啊，哎，就浮勾一下就可以，对不对？哎，很简单，我们就用这个颜色，哎，画在我们这个水纹下面，对吧？就浮勾一下就可以。哎，我这水纹我们用淡墨，然后我们这个颜色呢，对吧？也不要太重，就淡淡的上一点就可以。靠近那个石头的地方，哎，坡岸的地方，哎，我们跟颜色让它多一点，哎，让它多一点。哎，水面宽阔的地方我们就留白啊，也就留白，就留白。我们第一遍颜色上完以后，你看啊，第一遍上完颜色以后，我们稍微亮一下，我们先把处理匀的地方，看第一遍我们处理匀，哎，大家哎上的什么颜色知道不知道？哎，第一遍我们染匀的时候，花青对不？我花青加的什么颜色？你看，看我们第一遍染匀，对吧？哎，第一遍染匀，我们花青加的是曙红，对不对？你看，对，对，我们花青加的曙红。哎，我们第一遍的时候，哎，花青加的曙红，对不对？然后啊，我们第二遍上匀的时候，花青里边我们加一点什么呀？加点淡墨啊，在花青里边，哎，我们来一点淡墨，这样看，这样我们的云层就会形成两个颜色的，对吧？形成两个颜色。哎，花青，你看，花青，淡墨，它这个云层就会出现什么？你看啊，就会出现它淡的颜色，对吧？A 是发一点紫色，然后在上面重点颜色，也就是我们这个墨青色，它是两个颜色，就它这个云层，一看就是说它有一个颜色的层次变化。你看我们边沿的位置，哎，就是我们的花青曙红调的这个紫色，对不对？哎，然后我们再上一遍花青加的淡墨调的墨青色，哎，我们再上一遍，让它云层，对吧？显得厚一点，显得厚一点，对吧？你看啊，显得厚一点。然后它边缘的位置，它还是一种哎浅浅的紫色，到靠近山脚的地方，对吧？它就是云的这种
就是墨青色，上一点，看上一点。染匀的时候，你看上匀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手啊，感觉一下，觉得这个纸啊，不是特别湿，也不是特别干的时候，就是半干半湿的时候，我们这样去染匀是最好的啊，是最好的。你看用手，是比较好的啊，也是比较好的。染一下啊。看我们第一遍染的颜色，在第一遍染颜色的基础上，我们上这个墨青色。大家看啊，不要，对吧？不要超出它这个大墨的这个位置啊，对不对？也不要超出大墨的位置。你看，就沿着我们第一遍上的颜色去上啊，看。我们上色的时候要注意我们的这个颜色，你看，我们蘸了颜色以后，不要说蘸完以后我们就去上这个，往这个纸上我们去染匀。调完颜色以后，你看，我在这个调色盘的边沿，我把这个笔呀，我刮一下，对不对？你看，我刮一下，刮了以后，我们的笔呀就形成这种比较扁的形状，比较扁的形状。这样我们再去染匀，这样你的匀呢，这颜色，就会怎么着？它不会阴的，你控制住这个匀型。它的匀呢就比较颜色我们比较好定型。你这控制的水，控制的颜色，一定要掌握住啊。这样去染，看这样我们的颜色，它不会说有的同学说，那云怎么染着就没有这个形状？就是我们蘸颜色的时候，你看蘸颜色的时候，蘸完颜色，我把笔把颜色多余的水分，我在这个边沿的刮一下啊，刮一下，刮一下。第一次染匀就用的是花青啊，花青加的曙红。第一遍是这样的啊，第二遍是染的花青加的淡墨，加的花青淡墨啊。染一下，我把后边的匀，我们去染一下啊。看染的时候，看裤子，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匀型。淡墨加在哪儿？我们这个颜色就在哪儿，留出来，一定要留出匀的这个形状来。这样去染，对不对？你看我们染的匀，是不是它还是留出这个白的这个云层？它是这样的，你看它不会像我们说的，你染完以后，它颜色就阴的控制不住这个云的形状。你看现在我们这样去染，它颜色不会，虽然是能就是说阴出来一部分，但是整体的云的形状它还是比较完整的啊，还是比较完整的。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留出云的这种白色，对不对？一定要留出云的白色。看，你看我们控制的时候，你看这个云，它这个形状，它虽然是到后边啊，它云比较少，但是我们
控制了水分，控制了水分。你看我们的这个笔呀，对吧？一直在用这种扁平的这种形状，我们去染匀，对吧？它就是染匀的时候，你看注意，染匀的时候我们是虚笔啊，虚笔，轻轻的，对吧？虚笔去染，这样虚笔去染下来，你看，一直就用这个比较虚的笔去染啊。每一次我染匀的时候，你看啊，每一次蘸了颜色以后，我都在这个边缘的位置，我去刮一下这个颜色，把多余的水分给刮一下，刮一下。你下边的云形，你稍微处理一下，让它有一个变化，对不？有个变化，不要说我们画的云就是这么直直的过来，一定要有它一个这云的这种动态啊，一定要有云的一个动态。你靠近水口的地方，对不？我们靠近的水口地方，可以用花青调的这个墨青色，对吧？可以染一下这个水口的位置啊，就是靠近瀑布的地方，对吧？小瀑布的地方，你这样去染啊，染一下，把两边可以加一点花青调的这个墨青色，去染一下，这样染出来的这个，看透出的这个瀑布啊，对吧？这样比较明显，也比较明显。这个云呐，你只能用对比，对吧？我们只能用对比去把这个云表现出来。你如果是你想让云白的话啊，你可以染的，比如上颜色，上的墨青色，你可以重一点。你越重，我们留的白，对吧？就是说越来越明显，对不对？是这样的，还有一个颜色的对比。你如果是你整个就是留出白的来，你没有颜色去做衬托，它这个白云还是不是很明显，还是不是很明显。你看，就是你把这个留的地方，比如山的山脚地方，你那个颜色上的越重，对不对？我们留白的地方就是云，它就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白，是这样的。是这样，在颜色上去做个对比，显得这个云是比较白啊。你看我们现在是云呐比较少，对吧？就是山比较多，云比较少。你比如要处理就是大部的这种云海的时候，云海的时候也是靠什么？靠我们这个淡墨呀，或者是调的这个墨青色，去靠那颜色，去衬托我们的这个云层，去做那个颜色的对比。你颜色越重，它的云越白，对吧？它这种黑白的对比，不是说我们要上那个留出大片的那种白，不是那样的啊。对，就是我们用那个暗的花青，对吧？墨青色去衬托那个白来，去衬托那个云的白，对吧？是这样去做的啊。云，这个一团一团的云，你看啊，如果我们你看要做云海的话，做云海的话，你比如说我们要画一个以云海为主的，对吧？我们先要用，你可以就是说一团一团的云可以这样去处理，因为要大便的留出大片的这种空白，去处理那个云层。
因为我们这是在山里边的啊，小的这种云，你处理不出那种大的那种云层来，只是局部的一点小的云，在这个山里去来回的去穿，对吧？去穿插。我们山就是看赭石，对，我们山的主要颜色就是赭石、藤黄、朱标，哎，就这3个颜色，就3个颜色。这是上了第一遍啊，我们上了第一遍的颜色，这是说，然后第一遍就是赭石、藤黄，哎，上来以后啊，我们稍微亮一下，我们上第2遍的颜色，就是我们画这个红云当头这种秋景的这个颜色啊，还要再上一遍稍微亮一点的。今天呢，我们也是这个40整章的，哎，40整章的，也就是40整章生宣68乘70，不是乘1.38米啊，这样的。哎，我们上完第一遍颜色以后，哎，我们上第2遍颜色的时候啊，你看第2遍颜色，就是说赭石就少一点啊，赭石一点点，然后就是以朱标，哎，朱标和藤黄为主的啊，这是我们上第2遍颜色的时候，赭石要少，然后朱标藤黄为主颜色啊，为主颜色。我们上第2遍颜色，上的时候，你看这个颜色上的时候也是按我们的结构，你看啊，按我们的结构这样去上啊，哎，这样去上。这样去上，还是按我们这个皴擦的这种结构，对吧？我们这样去上颜色，你看上在哪儿？上在我们皴擦的地方，上在这个地方。看我上到这个地方啊，我们这个颜色呢，就是说赭石占的比较少啊，这比例来说，就是还是这3种颜色：赭石、朱标、藤黄。现在纸不是干的啊，现在我纸还不是干的啊，还是稍微潮一点，还是潮一点，我这样去上的。老师现在每天画的作品都是我们课程里的内容啊，朋友们，因为这个课程要更新100幅，咱们现在更新了有60幅左右了，所以老师每天画的都会给大家更新在我们的课程里边。就是我们第一遍上这个赭石的地方，我第2遍上这个颜色啊，你看，第一遍颜色我们就是说山石偏黄一点，偏黄一点。哎，第2遍颜色我们上的让它偏红一点啊，偏一个朱标色，偏一点朱标色。也是我趁那个还没有干的时候啊，趁它还有点潮湿的时候我上的。这样它，你看我这样上完颜色以后，它这个有自然的一个晕染的过渡啊，一个颜色有个自然的晕染过渡。这上来还是上来我们第一遍上赭石的地方，这样去上，你看对不对？让它第2遍的时候，第2遍颜色，偏一点朱标的颜色啊。底色这是赭石，看我们底色啊，暗部
大家记一下，暗部是赭石藤黄，哎，然后亮的地方呢，亮的地方是赭石藤黄朱标。哎，现在我上这个第二遍的时候，是以朱标为主，你看，哎，是朱标为主啊。朱标里边加藤黄，加一点点赭石，不要加的太多啊。这样去上，哎，你看到下边的时候，这一块山石它下边是虚的地方，哎，我们颜色呢让它淡一点，看让它淡下来。我们强调这个上颜色要随着我们墨的变化去上啊。哎，那个前面我墨重，对吧？我颜色上的稍微重一点，到后边的时候，你看有的山石它的墨比较淡，我们上颜色也让它调的稍微淡一点。哎，就上在我们皴擦的地方，这样去上。亮的地方，对吧？我们亮的地方用清水把它晕染一下，让它颜色呢有个过渡，对吧？你看，让它有个过渡，就是说我们颜色让它有个很自然的有浓有重的颜色到淡的颜色一个轻微的过渡啊，你这样去染。对，第一遍里边加了点藤黄，就是赭石里边哎稍微加了点藤黄，不是纯的赭石。哎，纯赭石以后，你看我们要纯赭石，它的颜色，你看我给大家调一下纯赭石，你看它是不是特别红，对不对？它的赭石是不是特别红？哎，你加了一点藤黄以后，它就比较柔和，你看它就不像说那么火气，对吧？那么燥，哎，它就是有点比较融合，看颜色比较柔和，对不对？哎，比较柔和。你看我们上第二遍的时候，哎，里边朱标的我们可以多加一点啊，多加一点，让它整个山体啊，哎，偏一点这种红色，对吧？哎，偏一点红色，因为到后边我们要点彩的时候，对吧？要点红色的红色的这种胎点，点彩。所以说我们的颜色呢，也不要反差太大，也不要反差太大，一定要和我们这个红色胎点融在一起。上了以后，用清水，看用清水让它过渡一下，让它过渡一下。到下面，看到上面以后，它的颜色干的很快啊，哎，干的很快。哎，所以我们上颜色的时候，水分呢，你看我们要上颜色的时候，水分呢一定要让它多一点、足一点啊，就是水分比较足，这样我们好渲染。你看我们水分少的话，它干的很快，你没有上这个，你还等不到它上第二遍颜色，第一遍颜色哎已经干了，对吧？哎，我们上的颜色让它水分足一点儿，足一点。
这样我们上涂的颜色，对吧？它才会很自然的融在一起。到山顶的地方，看每次啊，我们染这个到山顶的时候，一定要珠标多一点，一定要珠标多一点。我们山顶的地方要进行一个点彩，所以说我们把上面，山顶的地方我多一点红色，就说我们做底色，我们做一个点彩的底色。看我这个颜色，对不对？比前面的颜色，前面颜色它偏一点金黄色，到后边以后，我让它偏一点红色，让它偏一点红色。就用这个珠标，我们就用珠标啊，珠标去渲染一下。上了颜色以后啊，上完颜色以后，我们用清水给它晕染一下，晕染一下，用清水把它晕染开。看它这样的颜色，你看我们暗部的颜色它就重，然后用清水晕开以后，它的颜色就会很自然的，对吧？向这个我们亮处，对吧？留的亮处，去很自然的去过渡一部分啊，很过的过渡一部分。下来，染下来。用清水，用清水把这个颜色晕染开。珠标啊，中标藤黄，用珠标藤黄。远山，把远山晕染。记得我们调的是这种珠标和藤黄调的这种橘红色。我上远山，上到远山的地方。上到远山的地方，让它整个画面，对吧？让它整个画面是这种金黄，以金黄色为这种红色为主的啊。到下面，看我们可以用珠标，对吧？看山顶的地方啊，珠标去多上一点，可以让它给发红色啊，让它，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山顶的地方，要点那种红色的胎点，红色胎点，一定要把这个山顶的地方红色要多染一点，多染一点。这样我们点彩的时候，这有底色，它这个颜色呢就比较鲜亮，显得比较鲜亮厚重啊。如果你没有底色，做这个做底的话啊，你点出的胎点，它的颜色会比较薄，就没有那种特别厚的一层层的那种感觉。它没有这个颜色的作为底衬，对吧？没有这个做个衬托，它颜色点出来比较薄。所以说每一次我们要点彩的时候，你需要点彩的地方，颜色一定要多上一点。你看我们要，你比如说
这要是点绿色，你就要多上点绿色的啊。哎，你要说点红点的话，我们今天画的是鸿运当头这种题材的，所以说我们底色让它红的多一点，对吧？一定要把底色做足啊，要上够。就沿着我们山顶上这个朱标色，哎，上这个朱标色，哎，就是山顶的朱标色，对吧？重一点，到下边让它哎逐渐的有个过渡，哎，逐渐的有个过渡啊。山顶的地方让它红一点，哎，鸿运当头，鸿运当头，对不对？一定要把山顶的地方让它红一点，哎，让它红一点。下面呢，对吧？让它自然的虚下来一点，虚下来一点。整体的看整体的颜色，对不对？你看整体颜色我们就是基调，就是说金黄色啊，你看几乎都是金黄色为主的。下面来，我们给它虚下来。用清水让它过渡一下，和我们下边的这个染云的颜色，哎，让它有个过渡。你看，和我们下边染的花青色，哎，有个过渡啊。看山顶的地方，我们红色，对吧？多一点，多染一点啊，这样多染一点。哎，这样一定要让山顶地方，哎，一定让它多一点红色，这样我们在胎点的时候啊，红色胎点的时候，哎，这一块就比较亮，比较厚啊，颜色。这个颜色啊，你看朱标，看赭石、藤黄、朱标，这是山体的主要颜色，就是三个颜色。对，就这三个颜色。然后云的地方，花青、大漠，哎，就这两个颜色，没有太多的颜色，没有太多的颜色，就是以赭石、朱标、藤黄为主的啊。花青只是你看，就是染云的地方，我们用了一点花青，还有就是说有点曙红，别的颜色没有用啊，就这几种颜色。房顶的地方，你看小房的地方，我们可以用朱标啊，朱标提一下，用朱标提一下，以朱标色把房顶提一下，它这样比较明显啊。你看，对不对？你看它加了朱标以后，我们染成一个红的这种房顶，哎，它就比较明显。我们把底色山石的底色打好以后，对不对？哎，打好以后，我们要点彩的时候，要等它颜色，对吧？干透以后，干透以后，我们再去点彩，不要说
趁湿去点啊，也不要趁湿去点，一定要等它干了以后啊，我们再去做点彩。小的碎石也用这个，你看调的这个颜色，朱标、赭石、藤黄，哎，这样去渲染啊。那老师继续了啊。哎，看干了以后，我们第一遍上那个点印的地方，看我们花青上完以后，是不是哎就很淡？所以我们需要在上颜色的时候上的稍微重一点，稍微重一点，就干了以后，哎，正好达到我们想要的那种颜色的效果啊。第一遍啊，你看第一遍是赭石藤黄加在山石的暗部，加在山石的暗部。亮部呢上的是赭石藤黄朱标，是上的颜色。第二遍的时候还是这个赭石朱标藤黄，还是这三种颜色啊，就没有变颜色。染云，对吧？染云第一遍颜色花青加曙红，然后第二遍是花青加淡墨，很简单的这几个颜色啊，没有说太复杂的颜色。看我们上颜色，你看我给大家再做一次示范啊，上颜色。看朱标，看朱标，一点赭石，赭石不要太多啊。哎，水面是花青调的墨青色，你看花青调的墨青色染的。我们昨天的画面水面也是这个颜色去染的啊。我们记得啊，我们染水的时候就用这个花青加淡墨调的墨青色去染，不用别的颜色，不用别的颜色。你看我们上的颜色的时候，上山石的颜色，第二遍的时候，赭石、朱标、藤黄，对不对？这三个颜色。哎，染的时候，你看我们第二遍颜色的时候，朱标啊，哎多一点，可以多一点，赭石少一点，对吧？我们把赭石调的少一点。上在这个地方啊，你看我们第一遍上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上的这个地方啊？你上山是亮的地方，对吧？我们上到这个地方就可以啊，对不对？我们上到这个地方就可以啊，也是我们第一遍颜色，比如说赭石上的地方，我第二遍上的时候啊，还是上在这个地方，还是上在这个地方，上到这个地方，对不对？你看我们这个留白的地方，用清水上了颜色以后，我们这个颜色比较重，对不对？我们暗部的颜色比较重，要用清水把它往山顶，就是石头顶部，哎，我让它过渡一下，哎，让颜色呢向上稍微过渡一下。你看我上这个山石的时候，哎，把暗部上了这个颜色以后，上了颜色以后，我让它用清水上来以后，哎，清水把亮部的染一下，用清水过渡一下，它就很自然的颜色就会向这个石头的顶部，哎，去过渡一下，很自然的过渡一下，不用我们特别的去渲染，也就过渡一下，它自然的过渡过去。到下面，
你看我们这个下面的时候也让它用清水让它虚下来，让它过渡下来。暗部可以多上一点这个颜色，到晕的地方，我们用清水，对吧？我们用清水这样晕染开就可以。湿的时候，看我们湿的时候颜色是不是很重？你看我们上边远山的时候，这颜色已经这个干了以后，对吧？现在稍微干一点，它颜色已经变得很浅啊，变得很浅了。就现在我们上的前面，现在这么重的颜色干了以后，就是刚刚好啊，刚刚好，因为它比这个湿了以后颜色要浅很多。它因为水分很多，因为我们看上颜色的时候，它水分很多，对不对？水分很多，所以说上完颜色以后，我们感觉哎颜色怎么这么深？哎，但它干了以后啊，它的反差很大，它反差很大，就会变淡了很多啊。所以说我们上颜色的时候，可以再就是说感觉上就是说，哦我觉得颜色上够的时候，再多上点，就稍微重一点，那样干了以后就是我们刚刚好的颜色啊。就上在几个地方，看，我给大家做个示范，就是上在山石暗的地方，就是我们第一遍，你看第一遍我们上赭石的地方，第二遍上这个颜色的时候，我们上一个朱标藤黄，对吧？我们朱标藤黄和赭石的时候，还上的这个地方，就是你第一遍上赭石的地方，哎，第二遍我们还上这个地方啊，还上的这个地方。这个进山的时候，你看我们远山，这是远山这块儿全都是点的红色啊，所以染的红多一点。到近景的时候，近景的时候，我们山石上面，对吧？要留出一些亮的地方，亮的地方，所以说不上那么红啊，不上那么红，只在局部山石的交叉的地方，就是明暗过渡的地方，我们点一些红点，是这样的啊，点一些红点。你看，就这个颜色啊，赭石朱标。有的同学没见，就是说我们第二遍颜色是怎么调的，我给大家再调一个颜色，就是说给大家做一个示范。你看赭石一点点，朱标多一点，对吧？朱标多一点，然后藤黄加一点，让它主色调还是以朱标为主。对，用生鲜画，用生鲜画。看就这样啊，可以调一点偏黄、偏红一点的颜色。我们第一遍用的这个赭石偏黄一点，然后第二遍上颜色的时候，哎，让它偏红一点，这样去染啊。看染在哪儿？第二遍我们染的还是这个，就是山石上赭石的地方就可以，这样染到这个地方就可以，对不对？哎，就染到这儿就可以。远山也是染在暗的地方，哎，染在暗的地方，对不对？哎，就染在我们第一遍上赭石的地方，哎就可以啊，这个地方就可以。哎
颜色，哎，就是刚刚好。现在基本上我们后面的基本上都是大作品居多了，因为前面已经更新了50多幅的这个小作品了，后面的话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偏大的作品了啊。我们点彩的时候啊，也是用两种颜色啊，朱标和朱砂这2个颜色我们调在一起。我们用朱砂和朱标，朱砂的颜色，对吧？朱砂的颜色呀，它比较暗，朱标颜色呢偏一点黄，我们把它融在一起，看，把它融在一起，调一个颜色，朱标，看朱标和朱砂，我们调在一起。看我们点的地方就是点胎的地方，我们有胎点的地方，我在胎点的上面我们去点色啊，去点这个红色、朱砂、朱标，我们这样去点，点在这个位置，哎，有胎点的地方，我们点在这个位置。点的时候，颜色呢，你看颜色我们要调的浓一点，不要加太多的水。哎，这样记一下，不要加太多的水，要浓一点。你点在这个位置，哎，点在这个胎点的上面啊，我们点在胎点的上面。颜色呀，我们就是说不要加太多的水，就把颜色你挤出来以后啊，你挤出来以后，在盘子的那边我把它调一下就可以。就这样，哎，我们把颜色挤出来以后啊，你看，直接我们在一边去调，不要加太多水，这样呢，我们的颜色呢点出来比较亮。如果你加水加的太多，它这个颜色就不是那么亮，有点颜色就太薄。哎，调在一起，调在胎点的地方。看我们只要是有胎点的地方啊，只要有胎点的地方，我们就点一下，用这个颜色点在我的墨点上面啊，点在墨点上面。点在，看我们都点了墨点，点它的地方，我用点彩的颜色去再点一遍。我们有墨点的地方，它有了颜色的，有这个墨呀，做个底色，它的颜色出来了以后，哎，会比较鲜亮厚重。哎，我们就点在这个胎点的地方，哎，就点到这个地方。哎，点到这个地方。
到我们山顶的地方，看我们山顶的时候啊，我们点的可以多一点儿，就这个颜色，你看可以点的多一点。我们后面到了山顶的地方，我们上了红色的地方，我们就用颜色多点一点，可以点的这个点子呀，可以密一点啊，可以密一点。看我们点的啊，可以，点的密一点，到山顶的地方，因为山顶的地方我们有淡墨，我们胎点也比较密，所以说我们点彩的时候，颜色也要密一点。朱标和朱砂，对，这样朱标和朱砂，这样去点。点彩的时候啊，这不是就是说，一般就是说点上2遍，因为一遍的话，你看点了一遍的话，它的颜色很快就稀释到这个纸里边，就没有开始点的这么颜色这么重。所以我等它干了以后，我们再去点第2遍颜色啊，再去点第2遍颜色。也就是我们顶部的时候，看颜色我们点的稍微多一点，稍微多一点。先点第1遍，先把第1遍的点彩完成，让它顶部的点的多一点，到下边以后啊，让它点的有个变化，就是说上面多比较稠一点，让它下边点的稍微少一点啊，有个疏密的变化，我们有个疏密变化。有胡说，老师可以站在凳子上，这样多累呀，累胳膊。没事，看我们可以按这个点胎的地方，我们去点2个颜色，对吧？朱砂和朱标。到点的时候也是点在我们胎点地方，就是我们看结构线、明暗线交叉的地方，就点在这就可以。点在这就可以啊。点的时候要沿着我们这个山顶的这个脉络，看这山脊的部分，我向下去点。红晕当头，红晕当头就是我们山顶的地方，以红色为主，也比较喜庆啊，这种颜色比较喜庆。下来让它有聚，有散，这样一个点的变化，对吧？因为有聚有散，它一个有聚到一起的，有散开的，这个一个变化啊，这个变化。你这样下来，在局部加一些胎点，加一些胎点。胎点，我们点那个胎，就是点那个点叶的地方，对不？你看前面有点叶的地方，我们也是用这个颜色去点一下。
朱标、朱砂，看就这两个颜色啊，我们把两个颜色融在一起去调，就是一半一半就可以，就是一半朱砂，一半朱标就可以啊。点在这个看点映的地方，我有这个墨点儿，对吧？我们点到墨点的上面就可以，你点到墨点的上面就可以。这看我们这点了墨点的地方，上一点，上一点。先点一遍颜色啊，我们先点一遍颜色，点彩也是要点2遍，要点2遍。一遍看，点完以后，它的颜色就会，就是说干了以后，它颜色就会变薄、变淡。点彩啊，我们一定要，一个是颜色我们要重一点，不要加太多的水，看，不要加太多的水，就是说颜色呀让它稠一点，稠了以后它的覆盖力比较强，对不对？它的覆盖力比较强。看点了一遍，你点了一遍颜色的地方，我们再点第2遍颜色的时候，你看它的颜色就会比第1遍要亮，要明显，对不对？你看干了以后啊，干的地方，我们再加第2遍的颜色的时候，还加在原来的地方，你看肯定要比1遍的时候它颜色要亮很多，它也明显很多。所以说我们加颜色的时候，尤其点彩的时候，一定要点上2遍，或者2遍不够的话啊，3遍也可以，4遍也可以啊。就是说我们点彩一定要达到它的那种厚度，点的颜色的那种厚度才会比较明显，对不对？才会比较明显。1遍的颜色肯定我们点的达不到这个要的那种效果。近景的时候，我们就在山石交叉的地方，我们点一点胎点。第2遍的颜色的时候，你看第1遍我们就是朱标、朱砂调在一起啊，然后第2遍的时候还是让这个用这个朱标和朱砂再去点，也要等它干了以后，你看干了以后，第1遍的颜色会变得比较淡。我们在点第2遍颜色的时候，你看在它干了以后去点，点的时候啊，我们要记住1遍比1遍点的颜色面积啊要小，要记住这个规律啊。看山顶的地方，你第1遍点的时候面积稍微大一点，对不对？第2遍点的时候，这个面积啊要比第1遍要小，第3遍比它还要小，这样的啊，形成一个颜色的它的一个层次，一层一层的那个层次感啊，这样的。你看我们点的时候，就点在我们山顶的地方，比第1遍面积要小。就这样去点。这样去点就可以啊。我们沿着这个，我们沿着胎点，就是点胎的地方，我们去点彩啊，一定要沿着这个一个胎点的地方去点彩。
就是生宣，我用的就是普通的生宣就可以。我们现在用的就是普通的生宣。你看，哎，我们点在这个山顶的地方，哎，点在山顶的地方。点的时候，看第一遍我点的面积相对来说大一点，哎，第二遍点的时候只点到了，对吧？顶部一些，比这个第一遍的面积要小很多，对吧？要小很多。